一间只有8平米的房间内竟然放着9个人头。住在这里的人叫做白石龙浩，他说有了这9位室友的陪伴，晚上睡觉特别香。这就是著名的日本座间市9尸案。就在前几天呢，2025年6月27日，白石龙浩被执行了死刑。这个案件再次冲上了全球热搜。大家好，我是海岩，欢迎来到海岩说案。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件。田村爱子案发时23岁。田村爱子小时候喜欢运动，喜欢小动物，家里除了父母之外呢，还有一个疼爱他的哥哥。但是呢，到了中学，父母离异之后呢，他跟着母亲生活，哥哥则在外面打工。2017年6月田村爱子的母亲突然去世，这对于他的精神打击非常的大，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于是在家人的安排之下，他住进了东京八王子市的一家心理辅导中心居住。辅导中心有辅导员可以照顾他的起居，疏导他的情绪，哥哥每周也会来探望1到2次，所以在辅导中心，田村爱子是相对安全的，并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不过呢，辅导中心不限制电子设备的使用，田村爱子没事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刷手机。2017年10月21日，田村爱子告诉辅导员，他要出去买点东西，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来。哥哥在23号开始联系不上妹妹，第2天哥哥就来到了妹妹的宿舍，并且成功登录了妹妹的社交媒体账号。哥哥通过妹妹的社交账号发现在1个月之前，也就是9月20日，妹妹曾经在网上发了一个消息，内容是她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又害怕自己一个人走，所以希望能够找人一起上路。接着呢，哥哥在妹妹的私信里找到了妹妹和一个网名叫做想死的人的聊天记录，2个人相约一起赴死。看到这里哥哥的心都凉了，难道妹妹已经跟这个人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吗？哥哥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结果，抱着一丝的希望继续寻找妹妹。哥哥用妹妹的账号在网上发了一个消息，希望有人能够帮忙找到那个神秘的网友。本来哥哥呢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是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没有实名认证的一个人，犹如是大海捞针。但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名叫雅子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哥哥。雅子说自己曾经有过离开世界的想法，那名叫做想死的人呢也联系过他，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帮忙。于是呢2人商量一边和那个想死的人联系，引诱他线下见面，一边呢到警局报警。警察调取了街道的监控监控显示10月23日妹妹出现在座间市的相舞台前站，而且身边还有一位男子同行。由于监控画面太过模糊，警方呢也无法确认该男子的身份。为了找到这名男子，在警方的安排之下，雅子和想死的人联系，双方约好了线下见面。10月30日，警方在2人相约的见面的那个车站埋伏好，不一会儿呢，那名男子就出现了，警方确认了该男子的身份。然后呢，警察让雅子给对方发消息，说自己临时到不了了。在那个男子离开的时候呢，警察悄悄地尾随着这名男子，并且锁定了男子的住处。紧接着呢，这个警察就敲响了男子的房门，开门的正是那名男子，他的真名叫白石龙浩。警方并没有绕弯子，直接问他田村爱子在哪里。白石龙浩呢，一开始还很平静的去否认警方的询问但很快呢，他就放弃装傻，指着墙边的一个冷藏箱说田村爱子就在那里面。警方听到这话呢，毛骨悚然当警察打开那个冷藏箱后，看到了冷藏箱里装满了猫砂，而在猫砂里面隐约可以看到2颗脑袋。白石龙浩住的这个房间只有8到13平方米的左右吧，整个房间可以说是一目了然。警察还看到房间里还有好几个类似的箱子警员又打开了一个箱子，发现里面全部都是人体零件，于是马上逮捕了白石龙浩，并且呼叫支援，对整个房间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经过搜查，在这个狭小的房间之内，总共有8个箱子，里面装着9颗脑袋，240块人体零件，而其中的一个箱子是空的白石龙浩坦白说，这是给第10位受害者准备的。也就是说，如果白石龙浩没有被抓住的话，肯定还会有人被害。更恐怖的是，白石龙浩仅仅在2个月的时间内接连杀害了9名受害者，8月份1个人，9月份4个人，10月份4个人。被害的9个人当中，8名女性，只有1名男性。根据白石龙浩的供述，他是在浴室里面拆解零件的，使用的工具有剪刀、锥子、刀、绳索、扎带等等他把这些零件装在了箱子内，为了掩盖气味，里面还放了猫砂。
把这些箱子呢放在1楼，他自己睡在2楼。白石龙浩呢就这样和9位室友住在一起，很难想象他在这个房间里面吃喝拉撒睡，而且呢还能如此平静。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引起了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震惊，人们都很好奇白石龙浩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变得如此的残忍，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白石龙浩1990年9月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他从小和妹妹在座间市长大。和其他的连环杀人犯童年不同，白石龙浩小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暴力倾向，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性格温顺，家庭和睦，童年幸福。他长相普通学习普通，家庭背景也普通，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小孩。而在他上高中的时候呢，生活发生了转折。16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妹妹跟着母亲就离开了，白石龙浩跟着自己的父亲生活。这件事呢，对白石龙浩打击非常的大，他曾经尝试自我了结，但是呢被救了回来。就是这次轻生的经验为他之后的犯罪做了一个铺垫。2009年，白石龙浩高中毕业之后，开始在一家超市里面工作，之后呢又先后换了好几个工作，都没有干多长时间。最后呢，在一家弹珠店里工作，也就是在那里，他通过一名常客的介绍，意外进入了日本成人产业，在歌舞伎町成为了一名风俗业的星探，俗称拉皮条。工作内容呢，就是通过和一些漂亮的女孩搭讪，询问对方愿不愿意去风俗店里上班。而那个时候呢，这个行业是最赚钱的时候，白石龙浩也因此赚了很多钱，过上了一夜暴富、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且呢，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也就是那时，白石龙浩的心理变得扭曲，开始把金钱看得特别的重，为了钱甚至私吞女孩的佣金因为视钱如命，他在这个行业里的名声也是越来越臭。为了赚钱呢，他违反职业规则，竟然将2名想要从事按摩的女孩介绍去卖身，女孩直接就报警了，白石龙浩被抓，最后被判入狱1年2个月，缓刑3年。眼看着这一行干不下去了，白石龙浩回到了老家做监事。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再去打零工，白石龙浩无法接受。他想过富裕的生活，但是又不想努力，于是呢，立志要去吃软饭花女人的钱，当一名小白脸。他注册了2个网络账号，一个是想死的人，另一个呢是手吊式，利用自己做星探的一些手段，开始在网络上寻找目标女性。他寻找的目标呢，一般都是有轻生念头的女性，通常的手法呢也很简单，他会跟对方说自己也是想死的人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有轻生的经验嘛，所以呢很明白这些人的想法，知道这些人的意志薄弱容易获得信任。而这时呢，他的目标只是为了钱，并没有想要杀人。但在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之后，他的想法彻底的发生了转变。2017年8月8日，白石龙浩在网上认识了第一位受害者三浦瑞基，21岁，是一位人力公司的员工。由于工作压力大，收入少，他经常在网上抱怨自己的生活，偶尔呢也会说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些话。白石龙浩看到之后呢，主动和三浦瑞基联系他说很能理解对方的感受，而且呢他用花言巧语拉近2人的关系，并且2个人相约8月13日线下见面。为了安全，三浦瑞基还带了一名男性的好友一起和白石龙浩见面。3个人一见如故一起在公园里喝酒聊天，一直到天亮才各自回家。之后频繁见面，3个人成为了好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白石龙浩发现三浦瑞吉有一笔不小的存款，这就让白石龙浩起了歹心他向三浦瑞基提出要借50万日元，他说自己最近遇到了困难并且承诺几天之后就会还钱。三浦瑞基感觉自己是遇到了自己没有多想就借给了对方51万日元，但他不会想到这次借钱最终会让他丢掉性命。2017年8月22日，白石龙浩用借来的钱租下了案发时的公寓，并且搬了进去，还买了一些生活用品。白石龙浩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收入，根本就没法还钱。实际上呢，白石龙浩也没有打算去还钱。2017年8月23日，白石龙浩将三浦瑞基约到了公寓给对方喝了加了料的酒。等三浦瑞基昏迷之后，他先对三浦瑞基做了难以描述的事情，然后呢将其勒死，用了3天的时间将其身体拆分，把能够丢弃的部分当成垃圾一点一点的丢掉，将体积比较大的比如头部和四肢呢就放在了储物箱里，同时呢放入冰块，再用猫砂掩埋去除异味。
白石隆浩被捕之后曾经说过，只有第一次处理三浦瑞吉的时候比较费劲儿，用了3天的时间，其他人呢都是当天就处理完了。也就是这一次谋杀让白石隆浩意外地感受到了巨大的满足感，从此他打开了恶魔的开关，作案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性和分解别人的感觉。2017年8月22日早上，一名高中生15岁的石原红叶出门上学，然后就不知所踪了。他被白石隆浩以同样的方式杀害，成为了第2个受害者。紧接着第2天，也就是8月29日，第3名受害者出现了。20岁的西中将武他是乐队的贝斯手，也是陪着第1位受害者去和白石隆浩见面的男性朋友。三浦瑞吉失踪之后西中将武呢就曾经联系白石隆浩，想要和对方一起去寻找三浦瑞吉。对于白石隆浩来说呢，放任西中将武这样不停的寻找始终是一个隐患。8月29日，白石隆浩邀请西中将武到家里吃饭，然后用相同的手法让对方成为了第3位受害者。他呢也是受害者当中唯一的男性。白石隆浩杀害了3人之后，在之后的日子里面呢，他以每周1人的速度持续作案，接连又有5人遇害。这些年轻人相继失踪，他们的家人呢也都曾经到警局报案，但是日本警察没有立案调查。这是因为在日本有很多年轻人选择逃离正常的生活，放弃社交，选择孤独的生活。所以呢，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即便是家属过来报案，在没有证据证明对方不是自我失踪的前提下，警方也不会给立案调查。而白石隆浩寻找的目标都是有轻生念头的女性，也是最容易自我失踪的这一批人。所以呢，即便是白石隆浩杀了那么多人，警方一直都没有察觉。多亏了三浦瑞吉有一个好哥哥，不断的调查自己的妹妹的下落，这才让白石隆浩落网。不然的话呢，天知道还会有多少受害者。在法庭上，白石隆浩毫无悔意，他的辩护律师表示这些受害者都是有离开人世的意愿的，白石隆浩呢只是辅助对方完成心愿，请求法院轻判。毕竟这些受害者生前在网上发的帖子和聊天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如果白石隆浩配合辩护律师的说法，再说自己当时精神状态不太好，还真有可能被轻判。那样的话呢，很可能只判10年的刑期。而出乎意料的是呢，白石隆浩自己在法庭上承认了所有的罪行。他还说，那些受害者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想死他之所以这样干脆的承认罪行，目的呢，只是想尽快的有个结果，并不是有什么悔过之心白石隆浩还说，除了第1位受害者帮过自己，所以作案的时候呢，自己有一些愧疚之外，对于其他的8个人动手的时候，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最后呢，在2020年12月15日，法院宣判白石隆浩被判了死刑。5年之后，2025年6月27日，白石隆浩被执行了绞刑。当时呢，他35岁。这个案件呢，也算是有了一个结局。案发的那个凶宅，就是那个公寓，在2019年成功的出租租他的呢是41岁的安川正治。他以低价租了这间公寓他说这间公寓的租金非常便宜，交通便利，除了偶尔晚上灯光会一闪一闪，一切都非常的正常。这个案件呢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被害的这些年轻人的年龄都非常小，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也就是26岁。原本是青春年华，却因为生活的压力对人生产生了迷茫。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心灵导师，却一脚踏进了恶魔的洞穴。网络的发达让我们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同时呢也有很多的陷阱。生在这个年代，我们要学会辨别信息的真假，这才能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